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YK。自2015年华为第一款智能穿戴手表亮相以后，截止目前华为穿戴全球出货量已经达到了2亿台。而我手上这款最新的华为 Watch 5，华为 Watch 系列10周年的开篇之作，它有哪些惊喜？用起来到底如何？从这款产品，我们能对华为智能手表的下一个10年有哪些展望？本期视频我们说明白。先来看外观。第一次上手这块手表，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手感真的很高级啊！我们收到的是46毫米的钛合金版本，配色是银河紫。钛合金版本刚拿到手呢，会感觉很轻，轻的不像金属。然后表面呢还有一种冷峻又克制的光泽感，尤其是银河紫啊，在阳光下会透着一丝灰蓝，属于一个绝对百搭的颜色，男女都可戴。再说个小细节，这款产品的屏幕采用的是球面蓝宝石玻璃，那不仅观感上通透，那日常生活中你碰一下、刮一下也不用担心。那更主要的是呢，它的视觉观感很高级，配合默认的很多圆形元素的表盘，有一种曲线流动的美。官方表示呢，整块手表的流线设计灵感来自于大气层边界卡门线。在光线下转动的表体有一种星轨划过万间的感觉。过于艺术的部分呢，咱不太了解，但Watch 5本身的质感和设计，在我这儿绝对可以给个很高的评价。视线来到表盘的右侧，这里有大家很熟悉的旋钮、表冠，但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绝对不能忽略的区域。华为给这代手表上了一个隐形彩蛋 X-Type 质感窗，它被隐藏在表体的侧面，稍微远一点，肉眼几乎看不见里面的传感器。这个非常小的区域包含了 ECG、PPG 和压感传感器，这几个传感器组合在一起，就能够实现很多有意思的功能。比如说微体检，这个功能之前在华为手表上出现过，而现在它的体验更好了。你只需要把手指放在这个质感窗区域，稍微用力按压，就会弹出一个动画，3、2、1，然后呢就会进入微体检的流程，1分钟内能输出17项健康数据，像是心率、血氧、HRV、睡眠呼吸，甚至高血压风险评估，一网打尽。而收集了这么多数据呢，如何给用户展示也非常重要。华为的方法是在 App 里做了一个健康摘要告诉你哪项数据异常了，可能是压力太大了，一站式读懂自己的身体。而且呢，华为的家庭空间功能可以通过运动健康 App 添加好友，共享和关注家人的健康状态。有需要协助监看健康信息需求的，就非常方便。不仅如此这个区域还可以和表盘有一些互动，比如你能看到表盘上去响应你的按压强度，然后还有跳一跳可以在通勤路上击压的小游戏。这种既视觉又触觉的反馈，对于穿戴式设备还是很加分的。而且华为开放了第三方生态应用调用权限，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玩法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X-Type 还能实现行业首个指尖实时血氧监测。它不像传统智能手表通过手腕打点的逻辑来测量，而是通过指尖触感10秒数值。测量的时候呢，你能够看到表盘右侧有一个提示，防止你按压的力度太小或者太大。这个刷新也是秒级的，在高原运动、闭气训练等极端场景下非常有用。总之呢，质感窗区域对于 Watch 5的体验有着不小的帮助，而且不仅仅是使用价值，还有情绪价值。这段时间我使用 Watch 5，它的基础体验在我看来做得也非常不错。首先，我最在乎的还是流畅性。作为一款鸿蒙生态的设备呢，流畅性是至关重要的。我日常体验的就是智能模式，而不是省电模式。在这个模式下，一天的耗电大概是20%左右，所以呢，正常使用4天是没什么压力的。在这个续航水准下 ，Watch 5的流畅性如下，给大家实际展示。而且我体验下来这一代小艺 AI 在手表上的表现也会更加拟人这是第一款搭载鸿蒙 AI 的智能手表。比如说，你可以问它今天天气怎么样，它会告诉你具体的天气，然后你再问适合徒步吗？然后它会结合天气和你的身体状态给你建议。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它不只是个语音助手，它确实像是一个会分析的 AI 生活助理。再加上呢，它还能联动家里的智能设备，甚至打开车窗。你逐渐发现生活中很多琐事儿真的是抬手腕就能搞定了。除了生活助理，作为智能手表，健康功能呢依旧是绝对的核心。在高血压管理上呢 ，Watch 5也开启了全新的探索。配合研究应用，只要佩戴1整天并完成轻触检测，就能够得到血压风险评估报告。手表不再只是告诉你今天走了多少步，血压是多少，而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：最近压力有点大，别硬扛。比如说我昨天的睡眠其实蛮好的，但是他还是给出建议，说我入睡太晚。在运动方面呢，我平时主要参与的是健身房里的力量训练。那除了常规的平均心率、最大心率以及消耗热量之外，手表还会评估训练表现，
有氧或者无氧的压力指数啊，并且估算出一个恢复时间。这个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。这个是刚刚进行的力量训练，然后这次是对训练表现的评估和恢复时间的预判。我操，要恢复21个小时！当然了，除了力量训练啊，这块Watch5支持100多种运动模式应有尽有。而万上跑姿分析呢，会分析你的步频、着地时间等信息，帮你改善跑姿，尽可能减少运动损伤。总之，我认为在运动健康这方面，Watch5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，绰绰有余。那除了健康方面的保证，Watch5在交互上也做出了一点新花样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手上东西比较多，没法去碰屏幕，这个时候呢，华为Watch5的手势操控就能派上大用场。比如来电时，滑一滑切换接听还是拒接，敲一敲完成操作。再比如在音乐里，你也可以滑一滑，选择暂停，下一首还是上一首，包括远程拍照也没问题。实测下来呢，成功率真的很高啊，这点是我在体验之前没有想到的。所以回顾这段时间的使用，华为Watch5不只是一次例行升级，它是华为智能穿戴设备从功能堆砌走向体验融合的一个重要节点。设计上它很克制、耐看、有高级感；体验上，它用更聪明的交互和更贴近身体的健康功能，让智能真正变得有点温度。而在日常生活中，你会开始习惯抬起手腕，跟他说一句话，查一项数据，或者接收一个关于自己身体的提醒。最近出差睡得确实非常之不规律，然后这个健康摘要呢就提示一项数据异常，点进去疑似早搏占比较不高，可能与睡眠规律性不佳有关，算是一个比较有实际意义的健康提醒。这出差结束我注意注意。10年前，华为第一块智能手表刚刚发布，那时我们还在好奇智能穿戴设备到底能做什么。10年后，Watch5已经在尝试回答穿戴设备到底能为我们做些什么。而下一个10年呢，我们可能不再纠结于跑分、电池和屏幕尺寸，而是开始追求设备对我们生活状态的深度理解与反馈。可能不再是手动上传健康数据，而是由手表自动分析、收集并提出建议的应对方案。甚至可能在某个你感觉压力山大的深夜，它发出一条推送，提醒你早点休息。这时候你才会想起，原来它一直都在。科技的尽头不是炫技，而是温柔的参与生活。而华为 Watch5作为华为 Watch 系列下一个10年的开端，也许就是那个温柔的开始。OK， 那本期视频的角论就这么多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我是 JK， 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祝有好运，拜拜。